62岁，阿妈天天吃，她当早餐，3年内肾衰竭离世。医生含泪警告，这4种早餐比糖还毒，再不戒掉就晚了。起初，阿妈的身体频繁出现皮肤经常干痒、心悸不安、双手微微发抖、视力也变得模糊等症状。她以为只是年纪大、新陈代谢变慢，或者更年期或皮肤过敏之类的小毛病，并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得仿佛要蹦出胸口，双手止不住的颤抖，眼前景物也变得模糊不清。家人这才吓得赶紧搀扶着她直奔医院。医生替阿妈检查时也大吃一惊，她饭后的检查结果也解释了她近期的种种症状。高血糖会导致身体过度排尿，肾脏拼命将多余糖分从尿液中排出，因此病人才会口干舌燥，频频上厕所。而长期血糖过高也会伤害微血管和神经，难怪她近来视力变得模糊，手脚发抖，血糖值居然高达474，已经接近引发昏迷的危险边缘。要知道，一般人饭后2小时，血糖大约在70到140之间，而阿妈的数值足足是正常上限的3倍多。所幸医护人员紧急为她降血糖，经过1周住院治疗后，阿妈的血糖总算降到了约145，总算暂时脱离险境。血糖稳定下来后，医生开始追查原因。他百思不解，为什么一位平时自认饮食清淡又很少吃糖的妇人，血糖会飙得如此惊人？就连阿妈自己也一头雾水，纳闷不已。她平时几乎不碰甜食，血糖怎么反而比爱吃糖的人还高？在详细询问她的生活习惯后，答案终于浮出水面。原来罪魁祸首正是她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吃的那碗白粥。这样的案例其实并非孤立，随着经济发达以及饮食西化，糖尿病这种过去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近年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卫生单位统计，2021年全台约有200万名糖尿病患者，而处于糖尿病前期高风险的人口更是数倍于此。这些患者中，相当一部分都与不良的饮食习惯脱不了关系。很多人平时不是甜食，但却在早餐时埋下健康隐患。一顿错误的早餐，往往就是压垮健康的最后稻草。那么，白粥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这碗看似清淡养胃的早餐，反而会成为肾脏的致命杀手呢？许多人从小到大都听说早餐要吃得像皇帝，而一碗热腾腾的米粥更是被奉为养胃佳品。粥水入口柔滑，没有油腻，不甜不咸，看起来最清淡不过。但它真的会比糖还伤身吗？营养专家指出，白粥对血糖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白米在长时间熬煮下变得软烂，淀粉早已糊化成容易吸收的短链糖类，人体消化起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简单来说，喝下一碗熬得烂烂的白粥，等于给身体快速注入大量葡萄糖。对糖尿病高风险族群而言，空腹灌下一碗白粥，血糖上升的速度甚至不亚于喝下一罐含糖饮料。有医师坦言，白粥吃起来虽然没有甜味，但升糖指数极高，足以媲美白砂糖水。有医师更警告，糖尿病患者早餐千万不要碰白粥，否则血糖整天都会维持在危险的高档状态。更棘手的是，白粥几乎全是碳水化合物，缺乏膳食纤维和蛋白质。这意味着吃粥后血糖会先迅速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把血糖降下来，随后血糖可能快速掉落。很多人早上喝了一大碗粥，没多久又觉得饿，精神反而萎靡，想打瞌睡。这就是所谓血糖坐云霄飞车的现象。血糖的大起大落不仅让人疲倦，容易饿，长期下来更会伤害胰岛细胞的功能，加速糖尿病的到来。除此之外，白粥本身营养单一，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低，许多人为了增加风味，吃粥时喜欢搭配各种腌制小菜或半颗咸鸭蛋。这类传统早餐小菜虽然下饭，但含有惊人的盐分和钠，长期高钠饮食会导致血压飙升，对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试想，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用高升糖的白粥猛攻胰脏，再用高盐分的小菜刺激血管，一来一往，身体怎么吃得消？阿妈多年如一日坚持的清淡早餐，其实成了摧毁健康的隐形凶手。有人或许会想，不喝白粥
改喝五谷杂粮粉或燕麦饮，应该就健康了吧？很可惜，真相恰恰相反。除了白粥之外，阿妈偶尔嫌熬粥麻烦，还会用一杯热腾腾的冲泡谷物粉来当早餐。这种号称五谷杂粮粉的冲泡饮深得中老年人喜爱。很多人觉得五谷粉天然又方便，只要加热水搅一搅就能补充营养，比吃面包油条要健康得多。然而，这第二种隐藏的毒早餐其实一点也不比糖安全。医生含泪提醒，比白糖更可怕的往往是那些伪装成健康食品的淀粉炸弹。许多市售谷物冲泡饮标榜无添加蔗糖，但可能加入了麦芽糊精和玉米糖浆等隐形糖分来提升口感。我们以为在喝无糖谷粉，其实其中的碳水含量惊人。一位营养师指出，把全谷物磨成细粉后，消化吸收速度大大增加，身体瞬间就能把它转换成葡萄糖。就算真的一点糖都不加，单纯把五谷粉用热水冲开来喝，也等于喝下一大杯。全糖饮料，血糖还是会直线飙高。更何况，很多人冲一杯谷粉往往不止1小匙，怕不够饱，就多加几匙粉末，增加浓稠度。这样一来，一杯看似健康的谷物饮，其实含有比你想象更多的淀粉和热量。再加上不少人喝谷物粉时，没有额外搭配蛋白质或纤维含量高的食物，等于单独摄入大量碳水。结果呢，和白粥一样，血糖飙升，然后迅速下降，造成饱足感维持不久，没多久又饿了。事实上，台湾就曾有一位50岁女士，早餐常年固定来一杯无糖五谷粉搭配一份蛋饼，自以为吃得健康养生，没想到几个月下来，体重一路上升，血糖也失控飙高。医生检查后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看似无糖的谷粉饮和精致淀粉的早餐陷阱。原来无糖并不代表无害，那杯五谷粉就是彻头彻尾的淀粉水，配上精致面粉做的蛋饼，当然让血糖长期处于高档。因此，千万别以为标榜五谷或全谷就等于绝对健康。全谷类食物确实比精白淀粉营养高，但如果加工成粉末冲泡来喝，还是失去了完整谷物应有的纤维和营养，变成了变相的含糖饮料。就连大家认为有益健康的燕麦粥，其实也属于碳水化合物，不能放任无节制的吃。燕麦富含一些水溶性纤维，升糖速度比白米慢，但20公克燕麦就含有超过13公克的碳水，含量和白饭相差不远。尤其是市售即食燕麦片，为了方便冲泡，已经切碎又预煮，升糖指数并不低。如果早餐只吃一大碗燕麦加牛奶，同样可能使血糖飙高。养生谷粉也好，燕麦片也罢，当它们被当成捷径空腹大量食用，其升糖威力绝不可小觑。那么，不吃这些高碳水的谷物，应改吃香喷喷的烧饼油条就安全了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再来，第三种让医生摇头的早餐习惯，就是天天以油炸食品作为开端。有些人也许想，既然甜的淀粉不行，那我吃咸的油条烧饼不就好了？然而，这种油腻的传统早餐地雷，同样暗藏致命危机。一根香酥的油条配上一杯热腾腾的豆浆，是许多人记忆中熟悉的早晨味道。也有人偏爱煎得金黄酥脆的蛋饼，或是来一个夹着油条的肉松饭团，再配上一杯甜滋滋的奶茶。偶尔解馋当然无妨，但若是年复一年的天天这么吃，后果同样不容小觑。以经典组合豆浆配油条为例，豆浆本身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和微量元素，如果不加糖，适量饮用对人体有益。然而，一根油条就把这份营养早餐彻底毁掉了。油条是以精白面粉发酵油炸而成，外酥内软，却充满隐忧。它几乎有一半都是油脂，经过高温油炸，油条每一口都含大量反式脂肪和氧化油脂。不仅如此，油条的含盐量极高，脂肪含热量也非常惊人，却缺乏维生素和纤维，属于典型的空热量食物。早上空腹吃下如此高油的食物，短时间内血糖可能不像喝粥那样瞬间冲高，但长远看来更危险。要知道，烧饼油条这类传统早餐组合本是农耕时代为补充高强度体力劳动所需热量的食物，现代上班族久坐少动，却依然每天摄取这样的高热量早点，其结果就是热量过剩含脂肪堆积，
为各种代谢疾病埋下祸根。过量油脂会让血液变粘稠，血脂含胆固醇水平上升，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动脉硬化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前期的人长期高油饮食，胰岛素阻抗问题会更严重，血糖控制更加困难。除了油条本身，和它搭配的饮料往往也暗藏糖分。很多人喝的豆浆其实额外加了糖，甜豆浆一杯含糖数十克，加上油条的淀粉转化，等于摄取了双重高糖。至于流行的手摇红茶或奶茶更不用说，如果再搭配烧饼、油条或蛋饼一起吃，等于一餐同时摄入高糖和高脂，对胰岛和血管都是双重打击。最近有医师点名了几款台湾人爱吃的早餐组合，像是蛋饼配奶茶、油条夹在饭团里、甜面包配拿铁等等，都是让血糖、血脂一起爆表的超危险组合。有人也许会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还年轻，偶尔早餐吃油炸的垫胃没什么大不了。的确，偶尔吃一顿烧饼油条并不会让一个健康人立刻得病，但千万别忘了，我们讨论的是日复一日的习惯。如果一个人每天早上都吃油炸淀粉当主食，长年累月下来，体重增加是小事，更可怕的是内脏脂肪悄悄堆积，血管弹性下降。高油高糖的饮食不仅让糖尿病风险飙升，还会引发高血压和高血脂，形成三高体质。三高一旦找上门，肾脏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要知道，肾脏里布满细小的血管，如同精密的过滤网，长期被高血糖和高血压的洪流冲刷，再被高血脂的油腻粘着，最终过滤网会严重受损，肾功能逐渐衰退。这就是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常常合并高血压和血脂异常，最后容易发展成肾脏病甚至肾衰竭的原因。那位吃白粥的阿妈固然没有天天嗑油条，但如果有人天天以油条或烧饼这类食物当早餐，对身体的伤害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总而言之，油炸类早餐提供的不是持久稳定的能量，而是一场对身体的慢性折磨。它们或许满足了味蕾，却让心血管和代谢系统付出沉重代价。医生苦口婆心地告诫中老年朋友，清晨起床务必善待自己的胃和胰脏，千万别再以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作为一天的开始。难道改吃西式面包牛奶就万无一失了吗？其实不然。最后一种比白糖还毒的早餐，正是各种精致面包糕点和加工食品的组合。现代人生活忙碌，许多上班族早上图方便，随手抓一块甜面包配咖啡，或者买个火腿蛋三明治或培根汉堡当早餐。看似简单的西式早餐，其实隐藏着糖和盐的双重陷阱。首先，市面上像甜面包或甜甜圈这类烘焙食品，为了美味，通常添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松软的白面包本身就是高 GI 的精致淀粉，再抹上果酱或花生酱，糖分更上一层楼。一个小小的菠萝面包可能就含有20-30克糖，相当于7-8颗方糖的量。很多人喝咖啡时爱加奶精和糖，一杯拿铁或3合1即溶咖啡下肚，又是一笔额外的糖分摄取。这种早餐吃完，血糖宛如坐云霄飞车，到了10点多又饿又累，恶性循环，让人想再来块点心补充能量。如此反复，体重和血糖都会直线上升。再来，夹在面包里的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品更是健康杀手。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5年就将火腿、培根、香肠等加工肉类列为与吸烟砒霜同级的1级致癌物，因为其中含有亚硝酸盐等添加物，长期食用会提高罹癌风险。早餐吃培根蛋饼或香肠吐司，看似有蛋白质又美味，但你摄入的大量盐分和防腐剂，对血管和肾脏都是巨大压力。高盐饮食会让血压飙升，加速肾脏老化。那些加工肉还富含饱和脂肪，容易让胆固醇上升。换句话说，一份培根三明治配奶茶，含有的高油、高盐、高糖，比单吃方糖危害更全面。还有些人干脆早餐来一碗泡面或关东煮汤面充饥，这更是糟糕的选择。泡面的面体多半是油炸面饼，含油量高，附带的汤料包盐分极重。一碗泡面常常就含有每日上限将近一半的钠，而且缺乏蔬菜纤维。空腹吃下如此重咸重油的加工食品，不仅血压短时间内升高，
胃还没清醒就要迎接大量食品添加剂，长期以泡面当早餐，对肾脏的伤害绝不亚于长期吃糖。总之，那些看起来方便美味的加工早餐，其实暗藏杀机。甜面包让你血糖暴冲，培根香肠让你血管硬化，泡面盐汤让你肾脏超载。也许年轻时身体强壮，一时顶得住，但日积月累的损伤终将爆发。当我们津津有味享用这些早餐时，体内的胰脏、心脏和肾脏其实正苦不堪言。听完以上种种，不少人可能要问，早餐到底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医生和营养师也提供了几项原则供大家参考。第一，主食的选择很重要，尽量远离精致淀粉，改用低 GI 的碳水化合物来当早餐主食，比如用燕麦或糙米熬粥，或者用全麦面包、地瓜等替代传统白米饭、白馒头。喜欢吃粥的人可以用糙米或小米或藜麦等杂粮去煮杂粮粥，并缩短熬煮时间，不要煮得过于烂糊，这样煮出的粥保留颗粒感，升糖速度会慢许多。如果没有时间煮杂粮粥，也可以用前一晚的剩饭加热水稍微煮开代替白粥。米粒未经长时间熬煮，比白粥更不容易让血糖骤升。第二，每餐务必均衡搭配营养，不要只吃纯粹的淀粉类食品当早餐，而应该加上蛋白质和蔬菜水果，同时摄取多种类的食物，可以让血糖上升得比较平稳。你可以在早餐中加入一颗水煮蛋或茶叶蛋，或者搭配豆干或无糖豆浆等优质蛋白质来源，增加饱足感并降低整餐的升糖指数。也可以配一盘烫青菜，或者吃一根香蕉、苹果等水果，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帮助减缓糖类的吸收。一个理想的早餐应该包含全谷杂粮、优质蛋白和蔬果这三大类食物，才能为身体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第三，注意饮食顺序和烹调方法的小技巧。若早餐种类较多，建议先吃蔬菜蛋白质类，再吃淀粉主食，这样可以减缓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另外，少油烹调也是关键，尽量用清蒸、水煮或炖煮等方式取代油煎油炸，轻松降低烹调油的用量，减少多余的油脂负担。如果想喝奶茶或咖啡，尽量选择无糖或者使用代糖，或者用鲜奶取代奶精，也可以用酪梨或坚果等富含健康脂肪的食材取代人工奶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需持之以恒。健康的饮食不是一两天就见效，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看到好处。刚开始改掉习惯的早餐口味可能有点不适应，但久而久之味蕾会调整，身体也会感谢你。当你改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早餐模式持续几周后，或许会发现自己精神变好了，小腹变小了，饭后也不再昏昏欲睡，这些正是身体在回报你的改变。此外，如果最近经常感到口干多饮、频尿、莫名消瘦或疲倦乏力，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尽快检查血糖，避免延误治疗。回到开头那位62岁阿妈的故事，令人惋惜的是，她在确诊糖尿病后，依然没有彻底调整早餐习惯，最终在3年内走向了肾衰竭的不归路。医生含泪感叹，如果能早点远离那些高升糖指数的早餐，也许悲剧本可以避免。我们每个人都应引以为戒。想一想，我们每天睁开眼后吃下的第一口东西，往往决定了一天的代谢走向。千万别让一顿错误的早餐成为压垮健康的最后一根稻草。请记住，当肾脏发出抗议时，往往已经受损严重，千万不要等到病痛缠身才后悔莫及。从明天早上开始，好好善待您的早餐吧。一顿健康的早餐，也许就是逆转健康命运的起点。